在装潢 DIY 研究室的社团里，有不少网友求救关于浴室漏水的问题。有时候房子住久了，难免都会遇到这样的状况。通常这样的问题都只能抓漏解决，严重一点甚至还要敲掉重新做防水。当这种长时间使用产生了缝隙的漏水问题，其实可以用浴室专用的止漏剂来做一个预防。今天就跟着蛙家一起来改造一下小浴室吧。本节目感谢雨漏热赞助播出。看下去之前，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先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。这间浴室位于45年老屋中，虽然有经过整修，但至今也已经使用超过5年了。目前还没有发生漏水的问题，但有些事还是要防范于未然。今天我们就用雨漏热的9030地板浸泡式止漏剂来 DIY。这款是浴室漏水专用，具有高渗透性，而且无毒无臭，可以使用在浴室或阳台。但要注意，只能用在地板，因为需要浸泡的关系，直立的墙面是无法使用的哦。在施作之前，我们先将整个浴室湿区的地板进行刷洗，把脏污都刷除后，用水冲干净，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。9030这款止漏剂，就算是地板湿湿的也能施作，所以不用特地把水刮干也没关系。DIY 的第2步就是将排水孔堵起来。最简单的方式，可以像小编一样，拿塑胶袋来使用，将排水孔盖拆开，垫好塑胶袋后，再将孔盖塞回去。这一步记得要塞紧、压好，才能避免浸泡的时候漏水。在正式施作前，建议先放水测试一下。如果有明显漏水，代表排水孔没有塞好，要重新塞一次。毕竟要是药剂漏掉了，那就白做工啦。止漏剂与水的调配比例是1:3，1桶的量大约可以使用于1瓶的面积。可以照着使用说明，在水桶里混合调配，记得要仔细搅拌均匀。如果有工具的朋友，也可以用电动搅拌棒来辅助处理。小编 DIY 前特地做了功课，打电话到雨漏热的客服询问。为了确保排水孔有封好，我们今天的施作方式会有点不一样。先将要稀释的用水量倒进湿区地板，观察半小时，确定排水孔有完全密封后，再将止漏剂均匀倒在地板上，用搅拌棒进行搅拌。搅拌均匀过后，再确认每个角落都有浸泡到就可以了。但是这样的操作方法会让脚直接踩在止漏剂上。虽然止漏剂是水性材料，碰到皮肤只要用清水冲干净就好，不会过敏。可若是觉得麻烦或是不安心的话，也可以拿塑胶袋将双脚套起来，再进行施作。这样一来，双脚就会是干爽的。只要将塑胶袋丢掉就好。接下来就是静置24到48小时，我们明天再来看看吧。这次我们要做的是整个浴室的改造与收纳。在等待止漏剂渗透的同时，我们先来到干区洗手台的位置。一家人的牙刷都是利用大创这种圆圆的牙刷架摆在镜柜里，但这种方式都容易造成底部积水。若柜体长期与水接触，可能造成发霉，或因为长久维持潮湿的状态而膨胀变形。就算像这样，在牙刷架底下垫了硅藻土垫，久了也会发霉发黑。以往常见的牙刷架，刷毛处会跟牙刷架有所接触，使用久了很容易发现会有黄黄的垢。这次小编买了2款不同的牙刷架回来试试看。这2款牙刷架固定的地方都在把手处，可以同时避免上述2种情况发生。牙刷架分别是吸盘式与粘贴式2种。吸盘式在收纳牙刷的同时，更可以保护柜体，不怕用胶带粘死拔不掉，或是拔下之后柜体脱皮的问题。随时想要更换牙刷摆放的位置也都没有问题。另一款粘贴式的，我们选择贴在瓷砖上，日后要拆卸比较方便。这款牙刷架两边的扣子可以依照牙刷宽度做调整，可以调整的幅度不小，甚至还可以收纳电动牙刷，就不用怕买了电动牙刷只能放台面上啦。
但因为本身就有一定的宽度，若是牙刷太细的话，可能就不适用喽。上层空间的硅藻土垫上放了刮胡刀，因为使用完就直接放上去，时间一久就长出了可怕的霉斑。加上因为刮胡刀横放的关系，一些瓶罐全部都堆叠着放，要拿取也不方便。把硅藻土垫拿掉，我们把刮胡刀用这个不锈钢架挂起来，这样一来不仅好拿好晾干，底下的空间也腾出来了。把瓶罐摆整齐，看起来就清爽多啦。洗手皂的部分原本是直接摆放在台面上，小编在规划收纳的时候购买了2款磁吸皂架，这款是没有挂钩设计的，整体看上去很简洁，使用 3M 背胶固定，可以选择粘在墙面或是镜柜下方。因为左边洗手台面与淋浴门间有缝隙，怕滴水不好清，我们选择粘在镜柜下方，是一个顺手又隐藏的好位置。将磁吸盖子压进肥皂里，再吸上去就完成收纳动作啦。这款磁吸皂架在固定肥皂的时候，全部靠吸力支撑。建议肥皂的重量尽量挑选100克以下的，会比较稳固，才能避免吸不上去，或是过一下就掉下来的困扰。但小编实际拿了好事多热卖的肥皂来测试，那么大一个也吸得牢牢的，看来可以安心使用，不怕掉了。洗手台右侧有一座收纳柜，原本目的是为了增加收纳空间，但因为紧邻马桶，使用上并没有非常方便，只有左上角这层摆上物品后比较好拿取。但你仔细看，卫生纸底下压了一个又一个空的卫生纸袋，根本没有丢掉旧包装，就直接把新的放上去。为了改善这样的坏习惯，小编买了这款日本双山的卫生纸盒回来。下抽式的卫生纸盒，在每次更换时都必须把旧的包装拿出来，就可以借由这样的方法养成良好习惯啦。空出来的格子，我们可以摆进日常洗脸会用到的洗脸巾。右边格子深度较深，而且跟冲水把手打架，很难拿东西。这次就要用买回来的层板贴加上木板 DIY 一下，简单粘贴后加上木板，就可以创造分层空间，直接多出一层收纳柜。除了放置原本就会使用的滚轮外，也可以收纳卸妆水等物品。有些居家小角落，其实只要简单改造，就能更好的利用空间了。在购买纸漏剂的时候，看到了雨漏热这款止滑涂料，想到有几次差点在浴室滑倒的经验，毅然决然就一起带回来了。当然，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因为看过施作方式后，觉得很简单啦。洗手台面已经清理干净了，还有一点时间，先来处理干区的地板。先把地板的灰尘扫干净，再把一些脏污刷洗干净后，将地板水分擦干，就可以直接上涂料了。止滑涂料只需要等1到2个小时就可以使用，不需要等很久。开罐前记得先上下摇一摇，避免涂料内的成分堆积。看小编摇摇摇，摇完后再拿出搅拌棒伸到底部搅拌均匀。你看，即便已经事先摇过了，涂料还是有很多沉淀物在底下。如果没有搅拌均匀，到时候就会造成涂抹不均的问题。所以事前的搅拌很重要，千万要注意哦。1公斤1桶的量可以做约1瓶的空间。我们直接在已经擦干水分的湿区用油漆刷刷刷看，刷起来不费力，但看起来有一点点刷痕。如果介意刷痕的朋友，可以斟酌添加5到10%的水。这个小撇步就推荐给你们哦。涂抹的时候记得不要有积料，像这样有一坨明显堆积的地方，一定要用刷子细细的把涂料推散，制作起来才会均匀。每一个地方都不要放过，仔仔细细的刷上一层涂料。实际涂抹1层后，我们等待1小时干燥。干燥过后的地板摸起来是细砂纸的手感，表面看上去也有细细的颗粒感，这都是正常的状况。毕竟防滑的功能主要就要靠它了。洗完澡脚湿湿的踩到干区，也同样会有不慎滑倒的可能。像这样施作1层，就能确保家人安全啦。1天过去了，我们把排水孔的塑胶袋移除，漏掉止漏剂。
药剂漏掉后，地板会滑滑的，只要用清水刷洗过，就会恢复原状了。但还没清干净之前，走路时千万要小心，别滑倒咯。刷洗干净后，看起来跟原本长一样，但就不用担心漏水啦。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浴室收纳与清洁的部分。首先看到的是湿区淋浴空间的位置，层架的瓶瓶罐罐很多，因为家庭成员不少，有些瓶罐甚至会放到地板上，或是另外安装沐浴乳瓶罐架，避免底部积水。但仔细将瓶罐拿起，会发现有些其实已经空了，而且摆放的时间久了，瓶罐上都有些水垢的痕迹。将空瓶罐收拾干净后，再将瓶罐都撤下来刷洗干净。将瓶罐拿下后，可以发现层架上有不少水垢与皂垢，用一般的菜瓜布刷不太干净。那就让我们试试看这个无印良品的水垢清洁布，是小编从日本买回来的，目前台湾还没有引进，标榜不使用研磨剂，一捆日币299元，有30张可以使用，每张大小22乘20公分，算很大一张，可以重复使用。有不少日本主妇会裁切成4等份收纳，今天要清的地方比较多，我们裁成一半来使用，沾一点水，在层架上来回刷一刷，肉眼可见水垢、皂垢都被刷掉了。顺便把水龙头跟莲蓬头都清一清，大功告成。比较一下前后，是不是真的差很多？这个清洁布摸起来粗粗的，本来担心会留下刮痕，但实际使用过后，发现完全可以不用担心这个问题。将瓶罐重新摆回去，空间就宽敞了很多。原本左边的位置放了一个肥皂架，但真的有点占空间。我们改用这次买的磁吸式皂架来收纳，因为洗澡有使用沐浴巾的习惯，所以这款是带有挂钩功能的皂架。使用方式跟洗手台使用的一样，都是用背胶固定底座，将墙面清洁干净，并保持干燥后粘贴上去。接下来一样磁吸盖子压进肥皂里就完成啦。最后把沐浴巾挂上去就大功告成了。这边给蛙粉们一个小提醒，如果你的肥皂是有弧度的类型，建议把盖子压在凸起面，这样磁吸的效果会比较明显。整理过后，瓶罐数量减少了，肥皂跟沐浴巾也都有自己的家，看起来是不是舒服多了呢？把莲蓬头、水龙头、置物架都刷干净之后，我们把地板也一起刷洗干净，擦干水分后，接着进行防滑施作。所有步骤都跟干区施作时一样，但这次我们加入5到10%的水稀释试试看，实际涂抹时感觉更滑顺、更好涂，刷痕也比较浅一点。等漆料完全干燥之后摸摸看，感觉变得比较细致一点。我们稍微倒一点水试试看防滑效果，哇，感觉跟原本差好多哦，抓地力变得很明显。但因为有过几次差点滑倒的经验，小编决定再多涂一层，加强止滑效果。涂法跟第一层一样，要仔细把基料推开，并且均匀涂抹。涂好之后，一样等待1到2个小时的时间干燥。干燥后再摸摸看，比起只涂一层的颗粒感还要更粗一点，但直接上脚踩看看，一点都没有不舒服的感觉。再开水试试看，防滑效果真的比只上一层好很多。小编有上网查到不同地砖使用过后的样貌，提供给大家参考。如果有心动但不知道施作完会长怎样的蛙粉们，不妨看看图片中有没有跟你家一样的瓷砖哦。这次蛙家花了2天时间完成小浴室的防水、防滑与收纳 DIY， 只要一点点简单的小步骤与工具，就可以让居家生活过得更安全舒适。有兴趣的蛙粉们，不妨也跟着试试看吧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下次还想看什么样的内容，都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，让我们知道哦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分享，欢迎点击下方超级感谢，用行动支持我们做更多实用的影片，也能追踪 IG 获得更多灵感哦。最后记得锁定蛙家每周3更新，我们下周见，拜拜。